们来看这个命局，辛卯，丙辰壬辰，地支很干净，两个卯，两个辰，没有别的东西。先看天干，两个辛争合，一个丙，这两个辛是假的，丙在地支无根也是假的，丙辛合而不化，化不成水。命主生在2月，此时的丙辛合在天成象，就是惊蛰节气的惊雷，是唤醒休眠期的树木的。再看天干，透出了壬水，说明此时的土壤湿度很大，卯木长在尘土上会烂根。卯木受天干辛金制约，又没有透天干，这个卯木长得就不好。卯木是印，说明命主的原生家庭不会幸福，一生不会有什么学历，长大以后的工作单位层次也低。因为木气不足，这个命局的整体画面就是2月份万物复苏，种子刚从松软的尘土中破土而出，天空有惊雷，空气湿润，仿佛下着毛毛雨。这个卯辰川是印和食神打架了，这个人活成了什么样子呢？卯辰川对命主有什么影响呢？命主会有灾吗？命局中卯木为正印，代表头脑思想，辰土为食神，代表口才技术行为。卯辰川本质上是印和食伤打架，印和食伤都是自己的体，自己的体相互打架，代表命主是一个巨大的自我矛盾体。人性表现为经常犯糊涂，做事容易后悔，不知道该不该做，遇到事情死板，不会变通。食神坏了，这人没有想法，没有抱负。食伤是表达，头脑把表达给破坏了，导致命主说话说不到点子上，抓不住重点，东扯葫芦西扯瓢，让人听了很着急，甚至生气。你身边有没有跟你说话说的让你很着急的人？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来，那个人可能就是类似的情况。那卯辰川到底是怎么回事？12地支代表着不同的月份和温度，卯月的温度比辰月低了大约5度，卯辰在一起时温差大，代表三观不合。卯木想拉低尘土的温度，尘土又想改变卯木，双方互不退让，因此产生强制性的改造与伤害。从自然物象上看，尘土是春季的湿土软土，卯木是今年刚发芽的种子，要破土而出。卯木克尘土，一方面会把尘土给穿透，穿坏了里面的水；另一方面，植物的根系在湿土里泡得太久，卯木自己也会烂根。当然还要结合整体配置，看月令是什么，命局中的主气是什么，看在哪个宫位。卯和辰是比劫的还是我的？他俩相穿跟命主有什么关系？卯辰穿在现实生活中能取到很多项。如果卯木是禄，代表命主自己去穿尘土，这个财代表求财非常辛苦，需要亲力亲为。穿财也带有强制性甚至不择手段的意味，因为穿代表不完整，所以即使赚到钱也不完整，比如需要与人分钱，或者利润微薄有损坏。卯木形态如细针，尘土代表皮肉皮囊，卯辰穿有在皮肉上扎针破洞的象，因此这类人常从事护士、针灸或者是医美，如打瘦脸针、玻尿酸、割双眼皮等破坏后重组的行业。穿有改变形状的含义，卯辰穿可以引申为服装设计、书法字画、建筑设计或者做修补类的工作。如果女命的官星是卯木，卯辰穿导致卯木烂根，代表丈夫立不住，轻则丈夫性格懦弱，拿不起放不下，重则丈夫身体有残缺多病，甚至面临丧偶或离婚。如果卯辰穿发生在日支夫妻宫，代表婚姻极不稳定，夫妻之间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辰土代表皮肤和脸面，卯木代表毛发和眉毛，卯辰穿容易导致脸上起痘痘、红疹、皮肤溃烂，或者在眉毛、肚子等部位留下伤疤。辰土是水库主脾胃，卯木穿透水库导致胃部的水液反流，现实中常表现为严重的胃炎、烧心、反胃酸。卯木受损往往应在肝胆疾病，如胆结石、胆囊炎。辰土也代表下半身穿，也极易导致腿部、脚踝受伤，如常年崴脚、腿部骨折。如果是身处领导的位置，卯辰穿代表对员工管理过于严苛，缺乏耐心，容易因此得罪人、犯小人，从而导致自己的官职级别变小。并不是所有的卯辰穿都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卯辰穿的最佳解救星是戌土，如果原命局或大运流年见戌，卯木会去合戌土，火转而去生辰土，从而解除了卯木对辰土的直接伤害。道理讲完了，我们回到这个命局，看看命主的实际情况。此命有2个方面的象，第一，卯辰穿2月主气卯木，能破尘土而出，
正是木气那么专那么足的体现。可偏偏天干不透乙木，两个卯木被两个辛金压制，证明这个命局中的金气足以让卯木出不了头，就是告诉你局中暗藏了酉金。这个暗引来的酉金又被辰生辰酉合斩断辰中乙木，也制住了比劫宫的木气，阻碍木气的扩张。这两个卯木就又不旺了，这个卯辰穿的局就被破了，何能解穿？从这个角度说，辛金就是命中贵人。第二，辰土是木的余气，水库里的水正处于被木耗泄，也就是水生木的阶段。正常应该是3月辰酉合闭水库，锁住的是丰盈的水气，但2月提前闭库，此时卯木穿辰土，辰土本身就被木松了土。这时候辰酉合闭库在取向上，这叫抢跑或提前节流，通常代表命主在现实生活中过于急功近利，或者外部压力酉金强行介入，让原本还没成熟的事情提前终结了。2月是木最繁茂的时候，酉金去合辰，辰酉合金，在木旺的环境下属于逆势而为。如果八字喜木，这个合就是坏了木的根气；如果喜金，这个合就是绝处逢生，抑制木的生长，命主不会有太大的出息，但是一生无忧。喜木的人会觉得这个合是在坏事儿，喜金的人会觉得这是救星。同一个命局站的位置不同，答案就不同。在六十甲子的流转中，总会遇到至木的年份和生长木的年份，分别都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命主喜金至木，但不喜温度升高，温度高了木就生长，木旺了就穿命主的辰土。命主喜风喜土干燥，只有虚土冲辰土能让原局变干燥，且虚土又可以作为辛金的根，那么最好的土就是虚土。命主正好有个虚月丙辛就同宫了，完美的合上了。丙火借虚土的根，命主做事就有底气了。天干合财就是命主的事业，那这个事业命主得到了什么？辛金也能借虚土的根，就有力量能生得动壬水，所以命主合了官的源头，就得到了官。再看地支辰戌冲，地支就变得干燥了一些，卯戌合，虚土合住了卯木，卯辰就不穿了。同时，戌中的阳气会把卯木的水分抽干，让木变干变黄。印代表单位，代表权力，所以可以下断语：1999年己卯年，命主升官，但无权，有名无实。命主走酉金运的时候，财坏印就退休了。原局中的辛金是制木的，只有一种情况不制木，就是癸卯年化金生水，再生木。癸卯年是申金运，申辰拱了子水，这个癸水在地支就跟水生怒，化了天干的辛金，天地一气都生水，让卯木旺了，引动卯辰穿。天干2个辛金生出2个卯木，穿命主坐下的辰，命主当年有手术官，2个辛金就是2个刀口。事实情况是，命主当年做了一个疝气手术，左右各有一个刀口。疝气这个病我是断不出来的，我不是医生专业的，我的知识结构限定了我的推理范围。观众里很多医生专业的朋友，你们应该能了解吧？有申金参与是肠道，辰土是肚子，手术就在这个位置，我只能推理到这个程度。卯木穿了时支的辰，因为时支透了，壬水出来，这个煞在子女宫是命主的儿子，所以当年命主的儿子也要有个手术，也是同样的情况。这个命局讲到这里，逻辑推理其实并不复杂。有很多朋友找到我，提了一些义理方面的问题。我注意到一件事儿，真正困住大家的不是这个命局本身，而是看到一个八字之后的思考方式。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的是，面对一个八字一个命局，应该如何思考，如何站在天道的角度去看待命和运。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对我节目的喜欢。在和大家的交流中，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频道观众的智商水平、推理能力、逻辑思维已经超越了这个蓝色星球上99%的人。很多人都是盯着命局中的2个字去看，来问我的都是卯辰丑午或者伤官配印什么的。八字是要看整个命局的生态、季节、温度、配置、气量、体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命局。这种整体看命局的能力就叫系统性思维，它是盲派看八字的打开方式。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总是盯着2个字的作用关系去看命局？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你是如何掌握的呢？不是1、2个人这样，是几乎所有人都这样。这不是巧合，这是被设计出来的。你读书的时候，数学题有公式，物理题有定理，考试有标准答案。为了做对这道题，你必须学会教科书上那一种解法，而且是唯一的一种解题方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套训练在你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完成了。它训练的不只是你的解题能力，它还影响了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所有问题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困惑都应该去梳理找解法。学习的目的就是找到那个唯一的正解。这套逻辑已经运行了1400多年，从隋文帝废除9品中正制，用科举考试为朝廷选拔人才开始，这套线性选拔机制就嵌入了这个社会的底层操作系统。随着时代的步伐，经历了无数次演变与迭代，到如今依然是社会选拔人才的主流方式，用一个分数把人的能力量化。高考、考公、企业、KPI、内部晋升，你到处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套机制背后是一个绵延千年的价值观，它用5个字定义了命局中追求的财官究竟是什么：学而优则仕。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环境里长大被训练，于是所有人就有了相似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系统性的结果。而这种被训练出来的思维给人的认知带来的影响，就是一种惯性的确定性思维。你去追求一个所谓的成功，而这个成功的考核标准是社会算法制定的，这整套规则在你投胎降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是整个社会和环境的算法，这个就叫人之道。我们大部分人研究易经八字用的还是线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社会算法训练出来的标准模式。事实上，你的独立思考可能只是别人喂给你的思维草料。从小到大，家长、学校、社会像安装补丁一样，往你的大脑里植入了一套又一套的逻辑。什么是成功？什么是体面？什么是你应该感到焦虑的？什么是你应该去争抢的？你以为你在做选择，其实你只是在沿着这套系统预设的轨道走。上学、工作、结婚、出国，你所有的挣扎和努力全都发生在这条轨道划定的范围里。如果你用的还是这套被污染的线性思维学易经，那你学到的只会是另一种算命手段，而不是真正的智慧。说到底，这不只是学易经的问题，你用什么方式看待这个世界，就用什么方式看命局。谁告诉你人生应该这样活？谁告诉你这件事是对的，那件事是错的？当你开始问这些问题，你就已经醒了一半，因为你开始意识到，人类定义的规则管的是你在这套社会系统里怎么活，但命运遵循的是另一套规则，天道的规则。这两套体系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社会规则是人写的，天道是宇宙运行的底层逻辑，它不需要人类来定义，也不会因为人类的规则而改变。天道的因果是网状的、节点式的，不是线性的。你种下一粒种子，不只是土壤在起作用，是阳光的角度，是这一年的雨水，是土壤里看不见的微生物，是风把哪一株植物的花粉带了过来，是你祖先选择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那个决定。所有的一切都在同时作用于这粒种子，你能说是哪一个原因让它发芽的吗？线性因果是人造的，它是人类为了管理复杂性，为了让世界变得可操作而发明的一种简化工具。它有用，但它不是真相。天道运转的方式是每一个节点同时影响所有其他节点，每一个果同时又是新的因，整张网在每一刻都在震动、调整、重新平衡，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没有单一的责任人。这就是因果链真实的运作方式。你今天说的某一句话，这句话让一个人改变了心情，这个人回家的路上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10年后影响了另一个人的命运，而那个人你这辈子可能永远不会见到。你能说你今天说的那句话跟那个陌生人的命运有关系吗？有，但你永远看不见这条链。这就是为什么用线性逻辑去算命本质上是一种傲慢。你以为找到了那个因就能推导出那个果，但你不知道的是，你看见的那个因只是这张网上的一个节点，在你视线之外有多少条线正在同时拉扯着这个节点，有多少个你从未见过的人，有多少个你早已忘记的瞬间，有多少个你以为无关紧要的选择，此刻正在共同编织着你今天站在这里的这个结果。
八字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这张网上找到那几条最粗的线，不是全部，是最粗的那几条，是在无数个变量中找出影响权重最大的那几个节点，然后顺着它们的走向去推算这张网在未来最大概率会朝哪个方向震动。与其说是算命，更像是在做复杂系统的概率建模，只不过它的参数是天干地支，是阴阳五行，是寒热燥湿。你顺着这个思路去想问题，就是概率性思维。什么是概率性思维？就是你在面对任何一件事的时候，同时看到多种可能性，并且去评估每种可能性的权重。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事成之。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道德物事四重系统共同作用的产物。看一个命局也是同样的道理，任何变化都要看这四重因素现在的状态。宇宙由阴和阳组成，每一个事物都是由阴推动阳前进。我们下生那一刻秉承了天地间的五行之气，这个出生的时空节点，也就是八字，就定格了我们的命，这就是道生之。道法自然说的是春夏秋冬有规律、有顺序、有秩序的运行。春天生长木，秋天生长金，冬天冰雪覆盖，这种天道循环是不可违背的法则。所以算命的第一步永远是看命局符不符合道，符合当季自然规律的是好命贵命，违背道的就是反常，反常必有灾。道给了你天命，但你能不能承载得住，这是另一回事儿。命局里有财官，代表你有才华、有财富，得衡量的就是命主的体与财官之间的平衡关系。当你命主自身的体足够强大，能够把这个财官制住、承载住的时候，这就叫做德。体大于财官，德才兼备，自然谦卑大度；体弱于财官，欲望大于能力，就会自卑、敏感、穷凶极恶，甚至为了不属于自己的财去钻法律空子，这叫有财无德。所以德畜之告诉我们的是，要知进退，懂取舍，敬天畏地，不贪占不属于自己的财，用修心和自律蓄养自己的福报。天地之气是无形的，必须通过物来显化。打开一个八字，首先要格物。看命主是正月里冰雪中休眠的枯木，秋天待收割的庄稼，深埋地下的矿产，还是池塘里的浮萍。一旦定了这个项，它需要什么生存配置，命局就需要什么五行。配置全了，气量足了，这件物的品相就好，社会价值就高。配置缺了，再好的天命也出不了头。最后是势。原局里如果某一种五行力量极其庞大，地支一片火海或者一片汪洋，这股势的能量甚至可以盖过月令。成事的八字不可逆，必须顺势而为，逆势必有大灾。大运也是势，大运就是天，时间变了，空间就变，你的相再好也需要大运，这股势来成全，运走到命局最需要的节气，时代红利正好契合你命里带的相，财富和地位就会被这股势推向巅峰。反过来，势头不对的时候，最好的策略就是退守，不与大势相抗衡。这种从确定性到概率性，本质上就是从聪明到智慧的跃迁。智是日积月累的阅历沉淀。论语说：智者不惑。慧是扫去心中尘埃，不被功名利禄束缚，活得通透。智慧的人看到的不是局部，是全局。聪明的人看到一个八字里有七煞，就下一个结论：七煞是凶神，这个人凶狠。但有智慧的人会去想，这个七煞在什么季节，有没有制化，命主的气量能不能承受，它到底是压力还是动力。他看到的不是煞，是煞背后的整个生态。看人也是一样，遇到一个没礼貌的人，聪明人一句没家教打发了，有智慧的人会想到他可能是工作不顺，感情出了问题，身体不舒服。看命如此，看人亦如此。聪明是线性思维的产物，智慧是系统性思维的体现。当你拿到一个八字，先不要去看任何食神的作用关系，去感受这个季节、这个温度，这个人站在什么样的天地之间，这个命局是冷的还是热的，是干的还是湿的，是舒展的还是憋屈的。先用身体去感受这个画面，而不是用脑子去套公式。这就是系统性思维看命局的方式。它不是盯着两个字找答案，而是感受8个字构成的整个生态。盲派的分析从找平衡定大局，通过月令定时空气象，看有没有相应的配置，看与比劫的供需关系。
与社会的价值交换，辨析真假定命的品质层次，最后才是看体和用的做工关系来定人事。这些都不是公式，而是系统性思维的具体操作框架，每一层都在为下一层提供判断依据，层层递进的去理解一个人的命运。本期视频的这个命，如果没有金压制卯木，这个木就是木气最足、最有生命力的卯木了。事业上或许会有所成就，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尘土被穿坏的灾。那你说，打开命局的第一步，是不是得先看平衡呀？八字中已经注定的事儿是改不了的，它不是某个神给你安排的使命，而是你前世给自己种的因。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当下的这部运气，如何去影响未来的果，这个选择永远在你手里。所以你不只是被动承受命运的棋子，你也是编写剧本的那只手。社会的规则、法律告诉你什么不能做，道德告诉你什么不对，但命运的结果不是社会规则定的，是天道定的，是你每一个选择累积起来的因果，决定了你未来走向哪里。为什么你总觉得被命运捉弄？因为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我。你的每一个念头都是成长环境在你大脑里留下的印记。你以为你在做选择，其实你还在沿用别人给你安装的那套判断标准。只要你还在这套逻辑里打转，你就很难看清楚自己真正的命运走向。所以什么叫觉醒？就是把那一层层被别人教给你的正确答案一片片剥开来。这个过程不轻松，但当你剥到最里面那一层，你才真正触碰到了那个内核，那才是你，是那个不被任何标签定义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我。只有当这个我真正站出来，你才能开始谈自由意志，才能开始问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我的生命到底想以什么方式展开？你不再是那个随波逐流的韭菜，而是开始用天道的视角去看自己的命局。你的意识从被动承受转为主动观察。如果你还在被社会定义的财官价值牵引着走，你看命局也只会盯着财官两个字。但当你跳出这套逻辑，就会用系统性的思维去感受整个命局的生态。这个命局的整体表达了什么？这个人的事在哪里？影响他命局变化的玄机是哪个字？所以学习八字易经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预测的目的是为了看清楚自己站在哪里，这部运气的走向是什么，然后做出更好的选择。知道前方有坑，你可以绕；知道这部运气在收，你可以折服。看得见势，才能借势而行，而不是被运气裹挟着跑。这是夺回你对命运主权的方式。庄子在《天运篇》里借老子的口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道是贡品，那人人都拿去献给君王了；如果道是礼物，那人人都抢着送给亲人了；如果道是知识，那人人都拿去传授给兄弟了；如果道可以赠予，那人人都把它当遗产留给子孙了。但道偏偏什么都不是，因为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真我本心，道给了你也留不住。外部没有真实的实践去印证，道给了你也走不动。八字的算法我可以分享给你，但我没办法把我的经历、我的得失、我面对的问题复制给你。觉醒、经历失败，建立新的思维方式，这是每个人自己要走的路。因为你面对的人生问题跟我不一样，我的解题思路对你未必用得上。易经的道理不在任何一本书里，也不在任何一个老师的嘴里，它是个无字天书，就在你的生活中。它在你下一次摔倒的时候，在你下一次觉得人生完了但还能爬起来的时候，在你某一天忽然不再害怕失败的那个瞬间。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我们下期再见。